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安格斯要来跟大家看一看我另外一颗兰花它的高芽，还有它到底怎么了。这一颗兰花呢是一颗原生种的兰花，叫做 Pokra， 它的中文名字我不太确定，但是它是一颗原生种，而且开出来的花非常的紫红，非常的蜡质，是一颗我觉得挺有趣的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颗兰花它的高芽到底怎么了。那这边呢，我们一样把时间往前推，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呢，这颗兰花它的花梗一直长到最后面呢，不是开花，而是长了这个高芽。那因为高芽逐渐变大所以呢，它重量也增加，所以它本来的这个花梗是有点往45度角朝上长，变成它已经几乎是跟地面平行了所以很重了。那个时候呢，它就是3片小叶子，不过呢，它的根系已经有5条根系了。那它在它的这个底部呢，其实我看当时还有一些貌似要再长其他东西的这个状况那我那时候不太确定他到底想要干嘛到底是要再冒花梗呢，冒其他的小苗呢，还是说要长叶子或者是什么，我也不懂。反正这颗兰花当时呢，就是我看它的这个高芽已经比较重了，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不行，我就把它用一根这个比较粗的这个铁丝我就把它架起来了往上，这样子能够节省一点我这边的这个平面空间，让它能够往上，而不是在平面。好，那这样看起来挺不错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年底2018年年底的时候呢，其实这一颗高芽跟我另外一颗兰花的高芽，其实它的生长速度差不多，就是初期长2-3片叶子，然后有3-4条根系这样子。那我对他们其实没有做特别的养护因为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喜欢兰花苗、兰花宝宝，因为他们的这个投资报酬率很低。但是呢，我唯一能够为他们做的就是让他们尽量跟妈妈待越久越好，因为呢可以透过妈妈输送养分然后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把它们移除，然后个别养的话呢，一定要有3片叶子、3条根，而且这3条根呢，尽量都要有3英寸以上。基本上3英寸的话，就2.5乘以3来算的话，大概就是7.5，大概就算8公分吧7-8公分3条根，这样你就可以把它摘除。那因为兰花宝宝它们需要比较高湿度、高水分，所以呢这个部分你一定要提供做到位，但是也要提供通风还有阳光，否则的话呢，宝宝一般来说长不好你即便把它养大，可能它都要好几年才会开花。就算是健康的宝宝，我自己个人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也要4到5年才会开花。好，2019年5月中旬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太重了，然后我的那一根铁丝太短，所以它就从夹子的上面折了一半掉下来这个是我在它发现这样的前一天还看都没什么事情，结果就在隔天的早上它就垂下来，所以当时我也是很吓一跳，我想说是谁动的我的兰花，但根本没有人来，所以这就是因为这颗兰花这个高芽太重了，所以呢我就必须要想办法，所以我这边换了另外一根更长的绿色的更长的这个支架铁丝，把它又再架起来。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希望他没事其实我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已经又过了一阵子，他真的没事情。好，那当时我是在想说他折的那个部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组织就会坏死。那其实后来我这边就先跟大家讲了，不要卖关子，
它没有怎么样哦，它那边虽然折到，但是我又把它架起来之后呢，我在它那个地方中间的地方呢，我就还是用这个夹子把它保护起来。那这边又再往前推4个月左右哦，这个是9月了，2019年的9月，你看到这个高芽呢，它其实又在长哦，它的这个根系哦，有些根系已经相当长了，而且呢，它现在呢好像也已经长了5片叶子吧，哦，第5片叶子还正在长，那有一些根系已经相当的长，所以呢，因为它所有高芽的这个宝宝的根系都在空气中哦，那它还是持续在长，也没有脱水或者是缺水的现象，表示呢。它当初折到那个花梗折到的那个部分呢是没有完全的断裂的，所以呢我就把它架起来之后，它还是有办法输送养分跟水分，所以这一颗兰花宝宝到现在呢还没有移除的情况之下呢，还是继续的呢，有时候在冒根尖，那有时候在冒新的叶子，所以目前来说状况还算是可以接受。那你看到这边呢，它的一条根系啊，其实是被我不小心弄断的。这个是好几个月以前了，我在拿的时候呢，不小心把那条根挤断了，所以呢，那条根就到现在都一直没有长。那它这些根系目前就只有左上方这边的这条它的根，还有就是绿绿的这个根尖的部分在长。那我发现其实在我很多兰花里面，有时候它兰花的根系会停止生长一段时间，然后呢过一阵子它又重新又在长，所以这个是不一定的。那你看到这边它有很多的气根长出来，这个是我另外一颗其中少数几颗就是气根非常非常旺盛的一颗。那因为其实当时呢，它的杯子里面的根系也挺多，所以我还是把它种的比较高。那它逐渐往上长叶子之后呢，它在这个茎干的部分也冒了一些根系出来。那因为我把它种的比较高，所以它长出来自然而然就变成气根了。这颗兰花是介质半水根的种植方式，那底部呢是有一个蓄水池的，但是我看到母亲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她还没有开花，然后呢我看她杯子里面的根系呢，我个人可能会在今年我这边就是暑假结束的时候吧，还没结束之前，大概可能就是8、9月吧，我这边应该会对它进行换盆那主要是呢，我想要把这个盆内的根系呢看一看有什么样的状况，我可能可以把一些死掉不要的根系修剪掉，然后呢再考虑是不是要把这些气根重新再种回去盆内因为目前呢虽然我很爱看气根，不过我觉得这颗兰花如果把多一些的根系再种进去盆内的话呢，一方面对我来说节省掉一些平面的空间，节省一些空间之外，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更能够帮助这颗兰花吸收更多的水分还有更多的营养因为毕竟多一点根系在盆里面对这颗兰花应该是有帮助的。好，那这边的这个特写呢，就是给你看当时这个花梗折到的地方呢，它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用一个夹子把它保护住，有点像是就是做一个加强啦。那目前来说，就是像我刚讲的，当初折到的那个地方呢是没有完全断掉的，所以还是有办法输送水分跟养分。那到这边呢，如果你还是怀疑我到底会不会把这颗兰花苗挪掉，或是分开来个别种植呢？我的答案是，如果非必要，不到非必要的时候，我是会就是把它留在这上面继续养的。因为毕竟呢，同样一种兰花，除非它非常非常有特色，我不想要多花额外的空间来养一样的兰花。要是你会怎么做呢？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
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